安仁古镇是成都周边非常有魅力的古镇，它距离成都不过40公里。安仁古镇的历史悠久，距今有1380多年的历史了。现在拥有大量的清末民初的中西合璧的建筑群，被称为川西建筑文化的精品。其中刘文彩庄园曾经家喻户晓，文革时期刘文彩庄园因为政治需要成为阶级斗争的教育展览馆。安仁古镇也称中国博物馆小镇。古镇中拥有大量的博物馆，这座钟楼是古镇的标志性建筑。这堵墙的后面就是大量的民国时期的老公馆，每一块古老的砖上都铭刻着历史的记忆。每一扇门都制作精巧。古镇中有一座戏剧家魏明伦的博物馆，依托着历史建筑，古镇还有许多新建的西式建筑，与古镇相得益彰。斑驳的门头证明了他曾经遭受过很多劫难，门头上的字已经看不清楚了，可残破的刀花依旧显示出他曾经的精美。这里是乐树岩公馆，建于1938年。乐树岩是川军总司令刘湘的表弟，他曾经担任第2预备军司令部交通处的处长，军衔是少将。乐树岩公馆的院落被一栋木结构的主体建筑分成前后花园，如今院子被精心修整过，窗明几净，焕发出新的生机。现在这里是一家精品酒店。这个线上不买有啊有。待会儿过来踩着想。古镇还开通了有轨电车。老街非常安静，因为不是周末，只有三三两两的游人。两边的铺面大多数没有开，两边斑驳的门板仿佛诉说着岁月的沧桑。有一间100年老茶馆，他静静地坐落在老街的一角，仿佛一位守望时光的老人。高墙的后面有一座纪念碑，把相机探进去拍摄，才一睹他的真容。查资料说，这里是万承宴纪念碑。这座同庆楼是当年的袍哥办公场所，如今是一座皮影博物馆。安仁古镇人杰地灵，英才辈出，尤其民国时期为甚。此地涌出了川军总司令刘湘以及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等为首的刘氏军政要员，成就了安仁镇3军9旅18团的辉煌。刘元轩公馆位于安仁镇树人街，始建于1945年，落成1949年。公馆面积有5000多平方米，因为不是周末，只开放了前院的走廊，非常遗憾。但仅从走廊看就非常的气势恢宏。刘文彩的那个刘氏庄园。刘元轩曾经任国民革命军24军中将代军长。1949年12月，随刘文辉将军在雅安起义。花公馆也没有开放，只能从门缝一窥究竟了。兰台石室，
侠客书院的门楼也很精致，门上还贴着春节时的福字。从门缝中窥视这座小院，竟也如此精致，花草树木相映成趣。杨孟高公馆的门口依然保留着文革时期的历史遗迹。这处建筑相较而言更为简朴，墙壁上没有过多的繁复的装饰，青砖黑瓦更显其朴素无华之美。安仁公馆老街由树人街、裕民街和红星街组成，老街上有14座特色的公馆，共同构筑了一篇生动的川西古镇风情画卷。很多建筑重新焕发了青春，以另一种方式展现在游客面前。空空荡荡的院子在节假日期间人满为患，游客的潮汐现象对古镇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康理学校前身是文采中学，是由刘文彩牵头捐助建成的。公馆向东走几百米就是著名的刘氏庄园。刘氏庄园墙壁上有一幅标语，如何仔细分辨也看不清楚。这个建筑的规模庞大，修建于上世纪30年代，被称为巴蜀小故宫。建筑中到处都是精心装饰的细节，十分奢华。庄园中有很多狭窄的过道相连，两边的围墙也非常庞大，非常有强，走在期间有非常强烈的压迫感。主人刘文彩是中国近代最有名的大地主。建立了刘氏庄园，据说刘文彩也给故乡做了很多善事。文革期间，以他压迫百姓的一组雕塑收租院，让他成为了中国最臭名昭著的地主。他还曾上过语文课本。刘文彩曾经在宜宾担任过川南禁烟稽查总处长等职位，之后积累了大量财富，回到了安仁，建立了刘氏庄园。据说刘文彩也给故乡做了很多善事，比如建立了文采中学。刘文彩到底是不是描述的那般邪恶，只有靠时间来澄清了。刘文彩睡觉的8步床的确很奢华。中间咋个掏空了呢？刘文彩的道奇汽车。小园中的一棵梅花正在悄然绽放，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宛如一位高雅的淑女在寒风中展示自己的风姿。几位工人正在清扫房顶上的落叶，维护如此大的宅子，即使现在也需要不少人力。庄园中的花园精巧别致，水塘中的几尾锦鲤给这个阴沉沉的大院增添了几分活力。远处那栋楼应该是小姐楼，不知为什么也没有开放。
远处那根笔直的大树是信号发射塔，是为了不影响景观伪装成树的形状。这样的中西合璧的大门，庄园里一共有7座，风格统一，但细节不同。窄窄的过道首先是为了分割建筑区域，另外就是有利于防盗了。小野楼的大门充满了繁复的雕饰、精美的图案和细腻的纹路，令人赞叹不已。这些雕饰不仅展现了工匠们高超的技艺，更折射出了当时的文化风貌和审美情趣。他们仿佛是历史的见证者，默默地述说着那个时代的故事。顺着小巷走，便能看见刘氏祖宅。两旁的红灯笼宛如熟透的柿子，给这座幽深的小巷增添了几分喜庆。一只小松鼠从房顶跑过，比起刘文彩庄园，刘氏祖宅就显得简朴多了。两边的酒坛子述说着刘氏以酿酒起家的历史。出了刘氏庄园，向北走就到了刘文辉公馆延庆园。大门吕中岛河的匾额下有一排藏文。刘文辉曾担任西康省主席多年，西康省中有大量的藏族人，这个细节能看出他对他们的尊重。刘文辉的公馆是1938年开始建造，1942年竣工，占地8000多平方米。公馆分为左右对称的2个部分，靠南的是延庆园，靠北的是刘文辉故居。这里是典型的中西合璧建筑，既有封建豪门的府邸遗风，又有西方城堡和教堂的建筑某些特点，是川西一座独特的典型的中西合璧式现代建筑。进入2重院子后，立刻被堂上的浮雕所吸引。这是文革时期的3面红旗，充满了厚重的年代感。政治宣传雕塑出现在这个曾经的军阀的府邸中，显得那么怪异。这座美丽的建筑之所以能够保留，没有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与这几幅壁画息息相关。当年不知是巧合还是故意为之。后面挤进院子的风格就是非常中式了。与延庆园并排的就是刘文辉故居，整个安仁镇的民国民居的风格都非常相似。曾经的网球场。迎春花盛开在老宅里，为这座古老的建筑增添了一抹生机与活力，与斑驳的墙壁相互映衬，别有一番韵味。刘文辉的卧室非常简朴，这是房屋落成上海大亨黄金荣赠送的匾额。
说明上解释这是戏台，我对此表示怀疑。如果是戏台，那前面的栏杆是太遮挡视线了。早春时节，院子里到处都是花香。这些藤蔓已经生长了80-90年了。刘文辉公馆保存得非常完整，就连院墙也没有什么损坏。除了这里，向西走不远就是另一个著名的公馆了。这些跳广场舞的大妈，身后就是刘湘的公馆。非常遗憾的是，刘湘公馆并没有被开发，这里曾经属于军队的产业，我们只能在门口看到"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几个字。穿梭在这些公馆之间，感受着历史的韵味和文化的魅力。每一座公馆都有独特的故事，带我们穿越回过去的时光。这次的旅行不仅是建筑艺术的盛宴，更是历史文化的深度体验。虽有小遗憾，但也为下次再来留下了契机。